自从搬进了这所新房子，帕特好像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。他确认自己要么抑郁，要么着魔，而事实也证明这两种情况的症状完全相同。她询问老公能不能搬离这里，但老公却说他们不能搬走，他们用所有的积蓄买了这所房子。他还表示这里能有什么东西？老公不信邪地打开柜门查看一番，神经大条地表示并没有发现什么，可能是荷叶弹簧生锈了。就在他离开后，帕特无奈地查看着柜门上的零件，殊不知一只诡异的手掌划了过去。帕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，他急忙关上了柜门。晚上，也许是精神压力带来的困扰，帕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他使劲捅了捅沉睡如死猪般的老公，不见他有丝毫反应。就在帕特尝试准备抱着狗子睡觉时，房门口一个诡异的身影走了过去。帕特以为是自己的儿子，他赶紧打开房门出去，小声地叫着儿女们的名字，却不见有丝毫回应。他来到走廊里四处查看，好像并没有人。但当他来到楼梯口时，却发现一根黄色的带子正慢慢地被一点一点地拽进柜子里。看到如此诡异的一幕，帕特告诉自己不要过去，但还是不受控制地准备打开柜门。柜子里看起来好像很正常，帕特走过去撩开挂着的衣服，鬼使神差地准备听一听柜墙后面有没有声音。Use your words, Patricia. 原来只是一场梦，帕特被吓得直接滚下了床。早上起来后，帕特再次找到老公特里，她说她以为只是做了个噩梦，但是手臂上却真实出现了被烫的疤痕。老公抚摸了下，表示也许是培根石烫伤的，根本不相信老婆的鬼话。帕特没办法，只能去给孩子打理早餐。女儿盖娜还是那么的叛逆，有些话并不想跟老妈沟通。儿子小胖依然喜欢玩游戏。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，帕特打开门后，一个帅气的小伙子来找女儿。等女儿将他领进去后，只见那个奇怪的女人再次出现。男孩表示这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士，他准备开车送孩子们去上学。等男孩带着盖娜离开后，何女士看到了正在玩游戏的小胖，说要不把他也烧上吧。帕特表示了感谢，但何女士却开始诡异的自言自语。看着神经兮兮的女人，帕特将儿子喊出去后直接关上了门。盖娜参加了一个名叫出体验的学生组织，他们让她简单介绍一下自己。也许是盖娜对这个名字有所误会，只见她细致地描绘出了自己的第一次清醒，直到最后男孩说了句 Just your name and grade. Gainer 11th. 众人尴尬的纷纷离去。这下好了，社交变成了社死。这天，帕特回到家时，看到自己的狗子正在撕咬着那根黄色的带子，他赶紧走过去，此时带子正慢慢的缩了回去。原来又是个噩梦，自从来到这所房子可没少做梦。等老公特里回到家后，帕特再次将最近的经历讲了出来，可是老公只是觉得他因为写作得了抑郁症，只能拥抱着安慰一下老婆。夜幕来临，又到了吓人的时刻。Nice. Use your words, Patricia. Use your words. Use my words. 他赶紧来到大厅，开始试着用字母拼出来那句提示的话语，奈何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直到帕特胡乱的一拨，出现了一句。他再次来到柜子里，看到柜子角落旁边刻着的黛西名字，忽然柜墙后面好像有一束光照了进来。Good news, Patricia. 妻子的不正常行为让老公特里猜测他可能精神出了些问题，于是带着他来看心理咨询师。咨询师分析是否是帕特长期待在家里，从内心中投射出了另一个概念人物。帕特听后表示他们该不会认为他精神分裂吧。咨询师继续解释说，对于经常写作的人来讲，为了释放创作思路，发生这种情况并不少见，我们可以暂且称呼她为灵感女神吧。显然她也在激发帕特的想象力。咨询师建议帕特试着与她交流一下。这天回到家里的帕特因为写作毫无思路，他尝试与自己的灵感女神沟通。就在他转过头的一瞬间，椅子迅速来了个720度的旋转，紧接着电脑上疯狂地出现一行字。帕特自言自语地问道：“地下室在哪里？”仿佛为了回应他。
这下帕特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要疯了。他来到衣物的储藏室，那个诡异的女人经常出现在这里。他觉得后面肯定有什么东西，于是撕开了墙上的壁纸，透过木板看到里面居然是镂空的。他拿出斧子直接劈开了这里，果然看到了一个黑不隆冬的地下室。帕特一手拿着斧子，一手拿着手机，走过结满蜘蛛网的通道来到下面，显然发现了不得了的东西。老公特里回到家时，看到满屋子里都是碎裂的木板，他顺着楼梯来到下面，看到了手持斧子坐在凳子上的妻子。妻子告诉他，这就是他经常能听到奇怪音乐的地方。看来一切都是真的。老公也难以置信地表示，这里竟然有个地下室。他摸了下桌子上沉厚的灰尘，说或许他们可以改造一下这里。帕特说，也许自己见到的女人真的是他的灵感女神也说不定，好像他目前似乎并没有恶意。特里心里还是觉得妻子可能如心理咨询师所说，幻想出了另一个自己。他拥抱了下妻子表示安慰。另一边，儿子小胖独自一人来到外面的树林里，他准备玩一下 AR 游戏来增加点乐趣。只见一个 NPC 小女孩出现在 AR 里，按照小女孩的指示，他开始跟着女孩向前方走去。突然脚下出现了一朵白色的蘑菇，女孩开始介绍这种蘑菇的用途。小胖听完后继续开始往前走，浑然没有注意脚下的那个蘑菇似乎是个头盖骨。不知不觉夜幕已然降临，小胖也不清楚自己来到了哪里，他大声地喊着 AR 里女孩的名字。忽然 You shouldn't be here. 等他摘掉 AR 后，只见旁边一个诡异的小木屋里似乎有光从里面透出来。帕特和老公也发现儿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他们赶紧找到照明设备准备去寻找。看到儿子自己回来了，特里担心地拥抱着他，但小胖显然隐瞒着什么事情。正好女儿也回来了，她说自己已经在和女士家里吃过饭了，也希望自己的母亲什么时候能做一顿丰盛的晚餐。显然帕特平时并没有做过，他正准备给自己找一份说辞。 We come from the oven? 看着这一锅炖菜，帕特心知也许是灵感女神做出来的，但还是说为了给大家个惊喜，自己其实早就提前做好了。晚上正在睡觉的帕特收到了一条短信，领导编辑夸赞了他最近的写作内容，同时他也再次听到了音乐声。来到地下室里，赫然看到了自己的灵感女神，她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。帕特大胆地走过去询问自己的疑惑。金发女人说自己叫玛丽，关于最近的写作内容以及做的炖菜都是他们一起合作完成的，但帕特却说他并不想让他替他做这些事。玛丽表示其实你的内心是想要的，并且给他倒了一杯酒。帕特已经很久没有喝过了，但在玛丽的盛情邀请下，帕特也决定尝试一下。 Fuck it, hit me. 果然，一杯你开胃，2杯你肾不亏，3杯5杯下了肚，帕特便开始放飞自我。 Whoa, yeah, yeah.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. 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. Whoa,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. 玛丽的附身也让帕特枯竭的写作思路如泉水般咕嘟咕嘟往外涌，而且得到了他编辑领导卡姆的另眼相看。卡姆准备今天约帕特见一面，帕特也一大早就打扮得红红火火。等儿女们准备上学后，帕特准备喝点缓解精神的药，却一不小心将药丢进了桌子底下。他慢慢的趴下，将手伸进了满是狗毛的桌子底下，奋力的将药捡起来后，本着不干不净反正有病的精神，直接一口吞了下去。刚吃完药，他就仿佛听到了地下室里传来的奇怪的声音。等他来到地下室后，还以为玛丽大白天的出现了呢，没想到是老公特里在这里正收拾东西。他打算改造一下地下室，把这里弄成家庭娱乐厅，而且还发现了一个复古的老式放映机。特里说自己修复一下说不定还能用呢。说完又展示了他找到的一些小宝贝。不过帕特看了下表，已经到了与编辑卡姆见面的时间。见到卡姆后，女人表示很满意他最近的写作，如果能保证稿子一直都是这样的水准，他们可以将稿金提高3倍。帕特表示自己会努力的，但是却收到了儿子学校打来的电话。接着他赶紧联系了老公特里，说小胖在学校看有颜色的杂志被老师发现了，自己现在走不开，让他赶紧去看看情况。怎奈特里找到儿子时，本打算用智慧的语言来引导儿子的正确观，但看到了老旧的杂志后，他兴奋地问儿子哪里弄来的，这可是以前的限量版。儿子表示在森林的小木屋里多的是。特里问到我们家附近还有小木屋呢，这可真是惊喜不断。从卡姆那边回来后，帕特马上开始借助玛丽写作自己的小说。随着文字的输入，玛丽被当作女主，正悠闲地洗着澡。然而下一秒， Bubbles. 帕特生气地表示灵感女神为何要这样写，他赶紧联系了心理咨询师。他告诉对方，自己的灵感女神忽然间在小说里自残，这样主导自己的感觉不太好。咨询师告诉帕特，不要让对方控制你，如果他不听话，你有能力让他消失的。显然他们都以为这是精神压力造成的。于是帕特接着写道，玛丽准备舒服地泡个澡，而且明确地表示可不是自杀。可是玛丽忽然间走到了镜子旁边， Changed.
好家伙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！帕特开始怀疑这还是不是自己的灵感女神了。另一边，女儿盖娜参加了一个帮助老年人的义务工作，在这里她暗恋的帅小伙瑞安找到她，问她在这里感觉怎么样。盖娜表示很不错。You know what? I think it's time you met my girl. You're a piece of shit, you know that? 原来只是一个患有残疾的老太太。盖娜赶紧介绍了自己一番，瑞安也告诉老太太，盖娜刚搬到榆树街的大房子里。老太太听到这个大房子后，马上就变了个表情，她警告盖娜远离树林，否则会死在树林里的。盖娜以为她精神病犯了，但却挣脱不了。Stay away from my house with the trees. What? Okay. Can we get some help in here, please? 此时的小胖一个人正独自在小木屋里翻阅着杂志，看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。被打乱思路的帕特此时来到地下室里，他对着空气说道：“你只是我的创作灵感，我能创造你，也可以摆脱你。”突然间，那台老旧的电影放映机开始自动播放。Holy shit. She's real. 当帕特看到这个录像后，他发现玛丽哪是自己的灵感女神，分明就是真实的阿飘呀！此时他吓坏了，他赶紧找到老公特里，将录像里的内容说给他听。他们不能再待在这里了，但老公却说他们将所有的马妹都花费到了房子上，不在这里住还能去哪呢？看到指望不上老公，帕特只能给自己的老妈打电话，让孩子们先暂时住在他那里。等送走了喋喋不休的老妈之后，帕特直接来到了一个驱魔师这里。他表示自己的房子里有个阿飘，能否将他赶走，或者有没有什么护身符？但这个男人却说，你要是想把他赶走，那你得先弄清楚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，否则激怒了对方可不太好。帕特只好回去准备找玛丽谈谈。他来到地下室，呼喊着对方来见一面。自己本来可以强硬的找驱魔师来驱逐他，但还是决定心平气和的沟通一下，没必要兵戎相见。玛丽也如他所愿的出现在他身后。帕特质问玛丽为何骗他，明明就是个阿飘，为何要假装自己的灵感女神？你要怎么样才能离开这里？玛丽说道，自己一直被困在这里，生前受到丈夫所迫，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事，不能娱乐，不能旅行，犹如一个囚犯一样。但当帕特住进来后，他可以通过帕特写作的书里面重新感受生活的惬意。但帕特却说，你这可不是享受生活，而是一直在我的书里想着自杀。玛丽慌忙解释，他们可以一起来写作，但能不能留有一张让自己去控制走向，无论他怎么玩怎么疯，哪怕是和别人斗地主，只要让自己尽兴就行。帕特问他如果让他尽兴了是否会离开，玛丽表示当然，而且她还对帕特说，她的老公特里对她可隐瞒着一些事，他会在不知道这所房子的情况下买下这里吗？ Do you? 帕特赶紧找到了他们的租房合同，在上面赫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秘密，卖方曾经透露过，曾有很多人在这所房子非自然死亡。帕特看到自己老公的签名，他生气地找到他，质问他为何骗自己，明明知道这个房子里死了人，还要购买这里。但老公却说，这里有200年的历史，难道死几个人不正常吗？帕特赶紧说他们可是自杀呀。紧接着两人进行了一场友好的沟通。事后，帕特生气地来到阁楼，准备和玛丽合作一场写作之路。玛丽给自己找了个小鲜肉，准备好好的放纵一下。这段我自己研究了几遍，确实不好看，咱们略过。第二天一早，帕特心清气爽的起床后，本以为玛丽已经答应了他会离开这里，但他突然看到老公背后的一些抓痕，虽然自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，但肯定是玛丽做的好事，这家伙并没有守约离开。于是帕特再次找到驱魔师，将这件事告诉了他。驱魔师则表示，他不确定帕特到底是放出来一个普通的阿飘，还是一个恶魔。如果是一个恶魔的话，那情况就很棘手了。他让帕特最好小心地处理好这件事。晚上，不放心的帕特再次来到地下室，他大声呼喊着玛丽，看他是否真的离开了。但是诡异的一幕开始出现。那个写在小说里的小鲜肉突然躺在了这里。帕特知道了玛丽并不是自己的灵感女神，而是一个真正野生的恶魔。经过与玛丽沟通后，玛丽答应在帕特的小说里好好放纵一下就离开，但事后却又食言了。帕特的书也已经完结，他找到编辑卡姆并将这本书狠狠地夸了一上午，但卡姆却表示这本书后面的内容不太好。帕特有些不明白哪里不好，卡姆说这本书从后面就感觉风格彻底变了，并不讨喜。帕特知道前面是玛丽附身时一起写的，难道后面自己写的这么差劲吗？卡姆表示你得重新回到之前的风格才能继续合作。帕特赶紧请求他给自己点时间去修改一下内容。这一天，女儿盖娜正好被选中在教堂内当主唱，帕特带着家里人都来了。特里的胡子不得不说有点酷，小胖这会是走到哪玩到哪。听着女儿优美的歌声，帕特的心思早就飘到了九霄云外。
忽然不远处一个神父对帕特勾了勾小手，帕特有些不明所以，但还是跟了过去。等他跟着神父来到忏悔室，神父直接走了进去，帕特也直接来到旁边开始忏悔。他表示我有罪，我自己写的书没人喜欢，但是被恶魔附身后写的就很招人喜欢，这该怎么办呢？ Father. The drugs. Fuck! Oh, fuck. 帕特尴尬的准备离开这里，那个神秘的何女士也追了出来。他想和帕特谈一谈。作为邻居，何女士说他们两家挨着的围栏需要出点费用维修一下，但帕特直接就说自己没有马内。身后的特里表示让我来吧，我以前可是一个很好的木工，一定帮你们满意。这无疑省了一笔费用。另一方面就是盖纳准备接受教堂的洗礼，希望帕特能同意这件事。小胖这个游戏迷每天沉浸在 VR 的世界里，跟随着里面的 NPC 打怪升级。刚做完任务的小胖忽然听到游戏里有人叫他。 Wait, it's not over? No, not until you're dead. 小胖显然没有注意事情的严重性，他跟着游戏世界里的小女孩跑来跑去。等他在游戏里看到地下的物品后，显示任务再次完成。 Now is the game over? What game? Aren't you an NPC? I mean, I used to live here. Oh, shit. 何女士将盖纳送回来后，对他说道：“等接受完洗礼，恶魔下一个目标就不会找你了。”这番话正巧被帕特听到了，他正想让玛丽出来谈谈呢。自己的小说没有他可写不下去，他请求何女士帮他一下，看看能否将他召唤出来。来到阁楼的何女士震惊地说道：“你这不是玩火吗？”随即就要离开。帕特说：“如果你不帮我，那我就不同意盖纳洗礼。”接着，何女士开始试着呼喊一下对方，哪成想一试就灵，何女士瞬间就不受控制了。她疯狂地在纸上书写着什么，帕特拿起来看了几张，都表示看不懂。忽然后面传来一句声音 It says she's here. Hello, Patricia. 玛丽再次现身了，她表示你什么时候找了个写手？看起来速度很快吗？帕特说道：“你这个玩笑可不好笑，还说能不能一起合作将书写完呢？”玛丽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兴趣了，说完就准备离开。帕特询问怎么样他才能答应，玛丽说道：“我要附到你的身体上，感受生活中的一切。”帕特表示那不就是占有了我的一切吗？玛丽说道：“你想多了，我们一起写完整本书就行了。” Patricia, it's your choice. You can either be the rat, or you can be the bird. Okay, Rosemary. I swear you'll leave when this book is done. Be gone! 等玛丽走后，何女士直接说道：“这个女人可不叫玛丽，你们赶紧离开，这里被诅咒了。”说完就马上跑了。第二天，盖奈开始接受教堂的洗礼，将整个身体浸泡在水里后，接着整个仪式就完成了。帕特这边也开始和玛丽合作，接受玛丽的附身，让其帮助自己写作。只见灯光忽明忽暗，帕特的瞳孔猛然间变大变黑，接着这诡异的笑容表示他变成了玛丽。随着键盘的快速敲击，何女士这边一瞬间仿佛着了魔一般。 This is for you, Patricia. Oh my god! Pat! Pat! Our neighbor's on the fence! 此时，帕特和恶魔玛丽签订协议，他让玛丽来支配他的身体，以此共同来完成小说的创作，而后再让玛丽离开这里。殊不知，玛丽的目的却不止于此。附身于帕特的玛丽享受着久违的灯红酒绿。 Daisy? Who's Daisy? 黛西其实就是玛丽的女儿，原先他们一家人就住在这所房子里。此时盖娜找到母亲，准备倾诉自己遇到的感情问题。因为自己的冲动，他已经与何女士的儿子发生了关系。本以为母亲会指责他一顿，但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却是玛丽。他鼓励着盖娜勇敢的尝试，人生很短，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。然后抱住了懵逼中的盖娜。 It's gonna be okay. 此时的小胖带着自己的好友小黑胖，两人来到树林里的木屋内，准备试着通灵 VR 游戏里的黛西小女孩。 Is there someone here with us? Is this your school?
What's your name? D.A. 小黑胖问他是不是搞错了，小胖却认为头骨一定就是黛西的。但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丹是谁啊？忽然，帕特最近总是在清醒后出现在莫名的地方，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一定不是什么好事。玛丽用他的积蓄购买了各种奢侈品，等帕特气愤地回到家里时，和女士的阴魂要带他看一样东西。来到楼上后，从抽屉里拿到了和女士的项链，正巧玛丽也突然现身，帕特警告他不要再胡作非为了，并询问他是不是杀害了和女士，但是 Oh shit! 帕特知道玛丽现在太过分了，他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更离谱的事。再次找到玛丽后，他试着说服对方离开这里，但玛丽突然现身后，却要带他去看一样东西。来到地下室，老旧的录像机再次打开，原来是关于玛丽曾经的家庭画面。玛丽曾也是一个家庭主妇，整天忙碌的生活就是围绕着丈夫和孩子，但是却从未得到过家人的理解。丈夫的出轨，孩子的叛逆，让她瞬间失去了理智。帕特看着最后的画面变成了自己，他终于明白了，玛丽想要自己和他一样杀了自己的家人。他走过去告诉玛丽，自己可不是个神经病，而且永远不会对自己的家人下手。玛丽也表示了自己被困在这里太久了。帕特是唯一一个和他如此相像的人，他们的家庭都有这样差不多的情况。只要帕特能接替他，他就可以自由了。显然帕特不会对家人下手，但是玛丽却说这由不得他。I don't think you understand who you're dealing with. 与此同时，特里来到阁楼，无意中看到了帕特最近的写作内容。只见上面赫然写着：“他用斧子砍了自己的家人。”这句话写满了整整好几页。看到这里的特里试图联系心理咨询师，但是一转头却遇到了帕特。也许玛丽再次附身了，这一次他要控制帕特杀光自己的家人。只见他一斧子砍到了木柜上，特里不敢相信这一切，慌忙的逃离了这里。他觉得自己的妻子彻底疯了。 Can I tell you something personal? It's not pervy, is it? No. Can you just roll out the window? I don't want other people to hear it. What's going on, bud? Oh my gosh! Ew! It's so gross! You want to hotbox your sister? Sorry, I'm bored. Run! 盖纳问弟弟干嘛去，小胖说黛西让他快跑。特里让帕特放下斧子，他们可以好好的谈一谈。但是被掌控身体的帕特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，他将自己做过的事告诉了特里，不仅花光了他们的积蓄，还在新买的车里和别的男人斗了把地主，并愤怒地让特里做点什么。It's direct hit. Fencing would be my point. No! Oh my god! Oh my god! Terry, Terry, I'm so sorry if that wasn't me. Terry, please wake up. 回到家里的葛娜正巧看到这一幕，她不敢相信母亲对父亲下此毒手。然而还未等帕特解释，突然玛丽再次附身，等她捡起斧子准备对女儿下手时，却突然昏了过去。随着两人倒在一起，曾经家庭的记忆慢慢回荡在脑海里。那时的他们是多么和谐的一家人，只是后面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相互之间慢慢的变得日益疏远了。等帕特再次醒来，他发现竟然被绑住了手脚，旁边的盖娜哭着签了字。他们认为母亲病得太重，所以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里。帕特大喊着自己没疯，然而女儿和儿子并未有任何回应。It's my house. Get alone.